泽连斯基拒绝无条件和谈后，俄军终于不再心慈手软，动用新手段暴击乌克兰，给其当头一棒。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时至今日，俄乌冲突持续快1个年头了，经过近1年的鏖战，可以说双方都已经是元气大伤。原本繁华富丽的乌克兰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而俄罗斯同样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不仅折损了大量兵力和装备，还受到西方各种制裁，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虽然目前双方还在战争前线继续僵持不下，乌克兰不断呼吁欧美加大援助，俄罗斯也在征兵动员，似乎还是要大干一场。但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双方已经是江郎才尽，都打不动了。既然打不动，那不就只能谈判了？俄罗斯副处长维尔西宁近日就公开表示，愿意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俄罗斯对此也做好了准备。其实，在俄乌开战不久后，双方曾经也准备在白俄罗斯和土耳其进行谈判，但2场谈判均因乌克兰单方面的拒绝而告吹。毫不意外的是，对于俄罗斯这次发出的求和信号，乌克兰方面再次的给予了拒绝。乌克兰总统府给出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俄军必须撤出乌克兰领土，并就之前的军事行动进行赔偿，否则只有乌军获得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非常明显，乌克兰根本没有谈判的意愿，而是要继续与俄罗斯斗争到底。既然如此，那俄罗斯也不必再心慈手软，这不，俄军随后就动用了新手段暴击乌克兰。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俄军一艘自杀式无人快艇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一座大桥。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来看，俄罗斯自杀式快艇在撞上了大桥桥墩的一瞬间发生了剧烈爆炸，导致大桥桥梁的梁架严重变形。需要知道的是，该大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是乌克兰通往罗马尼亚的重要铁路枢纽，同时也是西方向乌军的援助物资的重要通道。如今桥梁被毁，这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毕竟这意味着西方援乌物资只能通过波兰再转运乌西部城市利沃夫这一条路。假如据守在乌白边境的俄军再断乌西部陆路运输，外面的物资再进乌克兰可谓是插翅难逃了。可以说呢，俄罗斯此次采取新战术，对乌克兰外援通道实施的无人作战行动，足以称得上是战略级别的。一方面显示出俄罗斯要掐断这一战略通道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俄军要对乌克兰黑海战略要塞敖德萨动手，这也是第3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目标。说明俄军正在开辟除巴赫姆特以外的第2战场，是大决战开始的重要节奏。可以预见，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如此看来，泽连斯基这也算是求锤得锤了。毕竟俄罗斯已经给过台阶了，只是乌克兰自己不下。那么现在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不知道泽连斯基有没有后悔当初拒绝俄罗斯谈判的要求？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